空气里灰尘不要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，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，给我点空间可以选择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踏见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会沉溺中我无聊世界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败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呐。你是什么人呐？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分开2天住，然后培养一下感情？我有没有听错啊？大姐，你不是跟我做朋友培养感情，你现在是做鸡啊，明白吗？喂，谁是鸡啊？你咯，你要出来赚钱，还要赚高贵。你简直是侮辱人啊！哦 ，OK， 算了，不要做戏了。OK， 你有钱吗？我先给你。OK， 一个星期7天，15000块哈，每一天就是2100多块，我先给你1000块。哈，还要这样算啊？不这样算了，我全部给你啊！哈，你跑了，我就亏大本。1000，还是港币？你以为是美金啊？新币啦！新币，我是香港人呢，当然是讲港币喽。我是新加坡人呐。哎，新加坡现在经济那么差，我有钱去赚呢，你就算啦。还有狮子打开口，你不要做那个鱼尾狮，那口大大的喷水呀。你简直是无赖！喂，不要叫，什么无赖啊？我包你机票，我给你吃的，给你住的，还有我给你爽。你无耻啊！喂，你去死啊！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给人家侮辱过，简直卑鄙无耻下流！你真的是活该啊，罗佳玉！是你先侮辱你自己，你要不是跟人家来，人家怎么可能侮辱你呢？在人的眼中，你只不过是一只鸡而已。你真的是活该啊！好了，给你自己一个教训啊！那强奸也不是这样强法，强到失去人格。即使让你发达又怎么样？啊，你还不是会瞧不起你自己？说有1块钱的鸡饭在哪里？就在最后一摊。真的是1块钱，那么便宜？不止呢，还蛮好吃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它跟那些卖2块半的鸡饭分量哦相差不远。你daddy我常常来这边吃的。哎，排队。老板，鸡饭20包。老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你一口气买这么多鸡饭啊？我们都是外国劳工，能省则省，外面都是卖2块半，我们省到块半就能够寄7块钱回家。哈哈，哎，谢谢你啊。姐弟，为什么块半会变成7块？哦，
堂哥他们是从中国来的，1块钱呢可以换大概5块钱人民币这么多。哦，哇，那不是一包鸡饭对他们来说不是省1块半，而是7块。那在他们乡下，这可能是他们1天的工资呢，懂不懂啊？Yes， 又有生意做了。来，那这是你的，这是Daddy的。Daddy，如果我们买这些鸡饭1块，又卖给工地的劳工1块半，我们就赚了5毛钱。这怎么行呢？为什么不行？当然不行啊！人家不是干脆来这里买1块钱更划算。又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里有1块钱的鸡饭。你说的也是哦，而且工地离这边这么远，他们会老远跑来这边买1块钱的哦。1包就1块半，我们就赚了5毛钱。那如果我们卖2块，不是可以赚1块钱喽？Daddy，做人不要太贪心，做生意要有良心，要不然就变成奸商了。你怎么懂这些的啊？我有师傅啊，1包就赚5毛，10包就赚5块。20包赚10块，那200包不是赚100块喽？对呀。不错。对了，如果卖不出去那怎么办？Daddy，做生意要冒险的吗？而且不要怕麻烦，不要怕失败，不要怕辛苦，还有不要给老师抓哦。被老师抓 ？Patrick， 你在学校做些什么？Daddy，你可以不要告诉妈咪吗？我只是在学校做小生意而已。你到底做什么生意啊？你打开书包就知道了，那些都是卖剩的。零食汽水 ，Patrick，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想帮你们赚钱吗？儿子啊，你年纪还小，赚钱是我们大人的事。谁说小就不能赚钱？可是这会影响你的功课的。不会啦，我越做生意头脑越精明，特别是数学，老师还夸奖我，说我越来越 smart 了。真的吗？你不相信就去问老师啦。Daddy， 这些钱是我赚来的。哇，50块啊 ！Daddy， 我以后不要跟你拿零用钱了。Patrick， 你真行啊！你 Daddy 我这辈子都没有赚到1毛钱，你竟然能赚50块这么多！Daddy， 你不要伤心了，这50块你拿去。不，这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，Daddy 怎么可以要呢？这不是给你的，是我的 investment。你的投资什么？你拿去做鸡饭生意了，如果有赚就还我80块。这也行啊？投资吗？一定要赚钱吗？我告诉你啊，Daddy 一定不会输给你，这50块我一定变回80块来还给你。真的吗？你明白？你叫戏剧组的同事帮忙，尽快给一份演员的名单。他们想叫哪些演员参与演出，才决定要不要赞助啊。TCC 的广告预算。有了。OK， 等一下。对不起，谢谢。Hello。等等。谢谢。不用。很久没？28万。去 NKK 开会，几点？2点半。现在已经1点半了，我还没见到客户。不是，小姐，我还没吃午餐呢。刚才脚软到差点跌倒啊。好吧，2点半。Excuse me。对不起，我的鼻子对胡椒敏感。你身上有胡椒味。真的是有胡椒味，昨晚抹了太多胡椒粉了。对了，小姐，你想喝点什么吗？不必了，也不用招呼我了，我在等你老板。我老板叫我招呼你的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肚子饿啊？刚才在电梯里听到你说肚子饿到脚软。不要客气，来坐。其实呢，我也是肚子饿了。
对呀，鲍鱼，来吃啊。我看你还是走吧，要不然你老板来就不得了了。老板也是要让员工吃饱了才有力气做工吧？我知道肚子饿的滋味不好受的。哎，来，快点吃啊！菲利，总裁说他今天不能来了，他叫你跟司徒小姐谈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哎，苏德小姐，我们可以开始谈了。你叫我阿明吧。苏德小姐，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，那些老外叫我 Philip， 跟我熟的朋友叫我阿明。Philip，我原本约了汤先生谈贵公司天天鲍鱼的促销计划的。这是我准备的宣传计划书，自己可以看。这就是我们公司代理的天天鲍鱼，即开即食，完全不用烹调。你吃过后呢，请用不超过15个字告诉我你对它的评价。原来是有条件的。好了，看完了，这么快？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鲍鱼。好，就这一句话，在节目的开始呢，我就要用这一句话来掀开序幕。那菲利吧，你想赞助哪个节目啊？我想赞助8期的综艺节目《美食人生》，不过我觉得《美食人生》这个名字又太过文雅了，所以我想换一个比较通俗一点的名字。哎，对了，你觉得天天有的吃怎么样？真是国王饼。好啊，做人最重要是天天都有得吃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就这样决定了。你不是要向汤先生报告一下吗？我爸爸已经将这计划交给我了。汤先生是你的父亲啊。那谢谢你了，我会尽快把合约准备好的。希望你还有时间吃你的午餐。哎，对了，最近是不是出了用胡椒做的香水啊？大姐，我拜托你要求严格一点行不行啊？这种货你也收？不会吧？二嫂现在刚好回来了，你自己问问她。什么事啊？这炸鱼是用大姐认为可以通过的秘方所腌的，她觉得她可以接受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我们推出这个炸鱼的话，一定会大失水准的。你不要那么夸张好不好？什么大失水准？这里那么多人，每个人都试过，都说没问题，就你在那边跳。你们都试过了吗？那你们觉得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吃啊，还可以接受啦。爸，你呢？什么？你觉得这炸鱼的味道怎么样？还可以啦。二嫂，你不用问她啦，你问了等于白问呐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爸有这么多年的经验。是啊，老爸都说可以了，那就是没问题呀。先不用讲这么多，等二嫂试过以后再说。二嫂，你试试看。它能试出什么味道？不对，味道不对，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卖这样的炸鱼。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就吃不出有什么不同。大姐，你现在是负责掌舵的，大家都看着你办事。如果你的要求是这样，大家就跟着你走了。你真的觉得这炸鱼没问题吗？是啊，是跟原来的味道有点不同，可是我觉得相差不远。对啊，味道是有点不同，吃起来好像少了什么似的。少了一种吃了以后让人家回味无穷的感觉。奇怪啦，刚才你们什么都不说，现在突然间这么多意见啊！大姐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，要不然到最后变成对面卖的是正宗快乐鱼，我们的就变成冒牌货了。好了，那你们继续努力啊！我搞了一整天，很累了。那你休息吧，我来接班。二嫂，你昨天一整天没睡哎？你看我都没有熊猫眼，那证明我还很精神。不要小，那我看你就不要撑下去了。万一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怎么对得起佳琪呢？你还是上楼去睡一睡，等精神了再下来。不用了，我不习惯在这时间睡觉的。家福，我们开工吧。哦。
我要去睡觉了。老爸，你不是刚睡醒下来的吗？是吗？好像没有睡到，再去睡一下。哎，等，我有话跟你谈。什么事？老爸，妈的把快乐鱼交给我打理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，这点你放心。不过啊，快乐鱼的账目啊、户口啊，到现在我还没拿到。那明天我们就要开店了，买货啊什么的都需要钱啊。那银行寄来这个月的结单，支票簿在楼上，等一下我就给你啊。啊，我们的户口只有这几千块钱啊。一次来是这样的啊，你妈说在银行里有几千块钱周转就可以了。那其他的钱呢？其他的钱呢？其实快乐鱼也赚没多少钱呐。店小开销大，而且开了那么多年又没有起过价。你妈说我们一向来是价廉物美，赚一点就够了。赚一点那就是有赚啊，那钱呢？那是我养老的钱啊。老爸，我不是要拿你的钱，我只是想知道快乐鱼有多少底。这几千块钱，你叫我怎么打理这间店呢？没问题啦，你妈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经营的。没问题啊，我要去睡觉了。老爸，大家好，你们都在这儿。姐夫，看你满面红光的，好像到了风生水起哦。姐夫啊，怎么可以叫人家姐夫呢？干你屁事啊！姐夫，赚大钱啦！不是的，外面天气很热，把我晒到好像火烧这样。对了，这些东西拿去吃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一些有机食品，好像葡萄干啊、苹果干这类的。我们的公司刚刚拿到这个代理权，正在准备四处的推销。对不起哦，我们这里不卖这些东西的。哦，不，这个是拿来请大家吃的，多吃有机食品对身体比较健康。你要代理蒸锅，又要代理有机食品，那你一定很忙了。是的，不过忙好啊，忙的话生活也比较充实一点。我看是荷包充实才是真的啊。没有啦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们这里很忙的。哦，嘉熙啊，我想上楼给妈上炷香。姐夫，你真有心哎。不是啦，妈平时对我……好了，不要啰嗦了，要上香就上去吧。上完香你可以走了。哦，那我上去了啊。跟你们说啊，不要叫他什么姐夫的，要不然人家女朋友听到就惨了。威廉，你跟我上去，我煮了一些绿豆汤，你拿菜给他们吃。哦。嘉熙啊！什么啊？你来看。什么事啊？哦，那辆车哦，里面坐的好像是那个女人呢。哇，林学士好像真的做得很不错哦，还出新车嘞。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又不是 Mercedes， 又不是 BM， 只不过是辆 cheap 的车。这种 cheap 的车啊，只适合那些 cheap 女人的 cheap 屁股坐啊。对啊。哼，故意驾了新车，在那个贱女人来跟我示威。你喜欢大嘴巴、大屁股的女人，去找一个啦！哦，不是啦。好了啦，拿下去啊！哦。你怎么能不小心的？没事。咦，你看红了，痛不痛？不痛。以后你要小心点哦，明天快乐鱼要重开，你可有的忙了，我可不能少了你哦。不会的。你是不会少了我的啊！怎么可能？嘉琪怎么可能看上威廉？鼓掌！嘉龙，你帮我放一下风声哦，所有的档口要顶出去。如果有兴趣要打我handphone。你还做不到1个月，有没有搞错？还做，我已经跑了啦。他们哦，整天跟我要货的钱呢。那个老太婆咯，说生意好到排长龙，好个屁嘞！都怪那美丽啦，硬要顶下来，所以才会被骗的吗？哎呦，嘉龙，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的？美丽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啊？她1分钱都没有拿你的，还帮你跑来跑去。现在你生意不好就赖她。
人家讲一句，你讲这样多，你不是整天讲义气的吗？我看你对美丽最没有义气的。哎，他还不是一样，看我有难拍拍屁股就走嘞，理都不理我。你以为他真的不理你了吗？他刚刚还来过这里，他叫我劝你一定要开档，不要因为生意不好就放弃。那这里3000块钱呢，是他的，他叫我不要告诉你啊，给你周转一下。美丽是一个好女孩，是一个宝。如果你再不把她追回来，你真的会走宝。他人呢？刚刚走掉。6块9。3件10块。老板，哎，来了。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请问这个推车多少钱呢？这个推车80多块钱。80多块，那有没有小孩睡床啊？有啊。大概多少钱呢？168。168。那有没有婴儿洗澡盆啊？有啊。他问这些东西的价钱做什么？最便宜的是多少钱？便宜的20块钱就有了。20块，谢谢你啊，老板，不客气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喂，请问是 Dr. Dan 妇产科诊所吗？我想预约。我怀孕了。请问你的收费多少？哦，那住院费呢？另外算啊。大概多少钱啊？她怎么会怀孕的？哎，笨呢，当然是你啦。我算算哦，差不多有2个多月了。哦，那好，那下个星期见哦。谢谢你啊，拜拜。这样我不是要做爸爸了咯？这样我不是非娶她不可？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人做事一人当哦。做人不可以没有义气的啦。可是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嘞。虽然他对我好是好，可是要我娶她嘞，这个义气讲不过了哈。那你看，不是我不讲义气嘞，也不是说我不负责任呢。你看，他有 baby 又不告诉我，那天叫他回来跟我。他还发脾气骂我嘞，这样不关我的事了咯，哈。这3000块哦，明天拿给股长，叫他还给美丽。哇，这可惜自己跑了嘞，不然可以多放一点吗？这样就够义气了咯，学子啊，哎，你来了。哎，大哥，你找我啊？不要紧了，不要紧。你们忙你们的哈，等一下我再来找你啊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要走了。学志啊，哎，我整理了一些订单放在厅里，你要不要看一看啊？哦，好。哎，记得明天把货送到这些地方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有一位代理嚼果汁机的商家叫我们再去看他产品，他想让我们负责推销他们的产品哦。哦，那好啊，你安排一下时间，我们一起去看。你差点忘了，我买了一些维他命 C， 最近很多人都感冒了，你拿一瓶去吧，多吃一点维他命 C， 预防一下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温温快要回来了，我看我先走了。哎，阿妹啊，你等我一下。这里有几本课外作业，你拿回去给你家阿伯做，给他做完了之后，再叫他拿回来给我改。你哪有时间改啊？你现在忙得像虎牛。有的有的，你家阿伯天资那么高，是应该好好的栽培的。他呀，有人家温温一半，那就好了。走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阿妹。他有没有再来骚扰你呢？需要钱的时候不就出现了？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这样吧，你还是赶快找一个地方搬。没有用的，我即使搬到别的地方，他一样会找到我们的。他说我一天没再结婚，我就还是他老婆。他简直就是一个无赖。他根
本就是无赖。没法子啊，谁叫我碰到他？我走了。那你要小心一点啊。大哥，他在暗示你了嘞。暗示什么？叫你赶快娶她喽，这样她那个无赖老公就不会来缠她了吗？哎呀，大哥，你不要乱猜别人讲的话好不好？哎，你不要假嘞，你读这样多书，你会听不出来吗？哎，是不是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们是不是在今日看我回来哈，你就假切菜，他就跑到厕所里去躲啊？大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说话呢？你知道吗？阿妹她可是一个正经的女人呢。如果你的这些话传了出去，会害死她的。OK， 当作我没说喽。哎，你真的没有跟他？大哥 ，OK， 不说。哇，这么，温温等一下要来啊？哇，每次温温来后，你都亲自下厨嘞。哇，这么麻烦，带他出去吃就可以了吗？不一样的。哇，那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东西吃到肚子里去哦，都变大便了吗？难道在家里煮的吃了会变黄金啊？感觉不同。有什么不同？那个就是我做爸爸的责任呢。身为爸爸，除了要让女儿填饱肚子之外，而且你要让她知道你关心她，你爱她。那就带她去吃大餐呐，这样不是更爱她、更关心她？谁不知道？如果有钱的话，当然可以请孩子们去吃大餐了。不过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下厨房给孩子们准备晚餐的。所以我老了之后，我真的希望我的孩子们呢会记得我这个爸爸经常带他们去吃大餐，也会记得我这个爸爸经常下厨给他们煮一些很好吃的食物。这就是亲情，你懂不懂？我表我，你们这种读书人哦，真的很会想嘞。煮一餐饭就有这样多道理讲。哎呀，说来说去，还不是你紧张女儿多过紧张你自己。这有什么奇怪啊？等以后你有孩子了之后，你自然就会明白的。哎，那个时候哦，当你知道自己要做爸爸，心里怎么想的啊？开心哦，开心。这么不会的啊？你在说些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会咩？哎，小 baby 很恐怖的嘞，不是哭就是闹，还整天大小便呢。他们不只是会哭，而且他们还会笑。他们不只会大小便，他们每一天都在学习。那他们在你的照顾之下茁壮成长。当有一天你听到自己的孩子叫你一声爸爸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什么辛苦都是值得的。哇，是不是真的？哇，讲到好像卖广告这样嘞。哎，可是我看你现在哦，好像变成孩子奴了。我怎么不会这样觉得呢？我认为啊，只要能够为自己心疼的女人或者是孩子准备晚餐，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对，哎，你看哦，我现在不会做晚餐吗？这样我最好不要做爸爸喽。你不会做晚餐，不过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啊，好像带他们去郊游啊，或者是去看电影啊，或者是带他们去野餐动物园等等啊。我懂啦，像我这种人哦，我看来是不要娶老婆，不要生孩子，不要害别人，也不要害自己嘞。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？做人呢，不可以处处为自己着想的，要不然怎么会有下一代呢？我们呢，做人一定要有责任感，尤其是男人呢，我们一定要照顾好家庭，让自己的妻子啊、孩子啊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哇，像你这种男人哦，已经绝种了嘞！我这嘉喜跟你离婚哦，真是亏大本。我这个人呢，就只会说不会做。嘉喜他离开我，他也是值得原谅的。可是你现在已经很好了吗？你看，做生意又赚钱，又买了车。哎，如果嘉喜说要跟你，你说你还要不要他？如果嘉喜肯回来我的身边，那当然好了。哇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真的有问题嘞！他这样对你哦，你还要他？哎，如果换成是我，我就娶一个更好的。哎，你那个阿妹就不错吗？哎，身材也好，又可以帮得上忙哦。大哥，你又来了。OK 啦，那照理说哦，
嘉喜是我妹妹，我不应该这样讲她的嘞。可是哦，我左看右看都看不出她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再去追回她嘞。这么多年来，风风雨雨，我们都一起走过了。我的生意失败，我的人生掉到了谷底，她都陪我一起走过，跟了我过了10年的苦日子。她给我生了一个聪明的女儿，又跟我照顾了爸爸妈妈。后来我们离婚，也不能够怪她，是因为我自己太不争气。哎呀，要怪也怪她的命衰啦。你看她嫁给你哦，你就衰到破产。现在她离开了，哇，你又风生水起了咯。话怎么可以这样说啊？第一，我现在还在辛苦的经营，怎么可以算是风生水起呢？第二，就是因为嘉喜她的离开啊，才激励了我。我告诉我自己，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如果这次生意成功的话，我就有机会追回嘉喜；如果生意失败啊，那就是永远的遗憾了。哇，照你这么说，你现在这样拼命，就是为了要追回嘉喜。哇，表，我对你哦真的是佩服到五体撞地嘞！什么五体撞地？五体投地啊！跟你比起来，我还真的要去撞地嘞！哎呀，你又还没有结婚，又没有妻子，又没有子女，怎么比较呢？就要有了啦！你说什么？哎，要操大了啦！哦，大哥，你是不是要结婚了？不是啦。我看你好像有点烦。不是，好像有点呢，是很烦呐。什么是很烦啊？那我跟你讲，不可以跟别人讲啊。哦，美丽有了。什么？美丽有了我的 baby。哦，那你们就可以赶快结婚了。不行啦！为什么不行？你也知道我现在口袋空空吗？我养我自己都养不活，哪里还敢结婚？哎呀，大哥，这只是次要的问题，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问自己有没有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下一代啊，就应该赶快结婚的。问题就是很难哦。什么很难？很难爱咯。没良心，很难爱狗到人家的肚子，臭男人。Daddy。文文。哇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这样一声不响的出现哦，会吓死人的嘞。你又没做亏心事，怕什么？文文啊，为什么没有叫大舅呢？他很臭哦。臭？回来不回来？你当心呐，左传说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哇，你每次讲话都很轻的嘞！现在这个那个什么传哦，到底是谁？那不是人，是一本书。啊？文文啊，不要再逗你大舅了，你饿不饿呢？爸爸已经提早煮了晚餐，要不要吃呢？哇，你服侍她好像服侍公主这样嘞！文文，你实在很黑嘞，有一个这样疼你的daddy。是啊，我很幸运啊，为了这么疼我的 daddy。要是谁当了你的孩子，那就倒霉了。文文，不准这样说话。不是嘞，文文说的对嘞。哇，真的是谁当了我的孩子哦，就倒霉呀！你真的黑啊，不是做我的孩子。哇，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疼你的daddy嘞。不过做人不只能够要求享受嘞，还要付出嘞。所以等一下吃了饭，你一定要帮daddy洗碗啊。只会讲人，自己又做不到。什么做不到？你咯，还不是只要享受，不要付出？还有最多，等一下我帮你一起洗碗咯。哇，跟你这种天才讲话，真的是会气到那个气都断嘞。不要跟你讲了。学志，刚才我本来是要跟你借钱的，一下子忘了，你有没有？你要借多少啊？越多越好啦。Daddy， 你不要借给他。哇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小时候我整天买 ice cream 给你吃的嘞。你现在这样对我，哇，做人要讲义气了吗？我是为你好啊！你借了钱就去上马场，
哎，我怂包哦，这次我戒了不会上马场嘞。这次是因为我真的有需要啦。那你有什么需要说？小孩子这样八卦做什么？哎，有没有？我这里就只有500。那 thank you 哦，改天我再还你啊。喂，你 ，Daddy 啊 ，Daddy， 你不应该给他钱。自己人嘛，可以帮就帮啊。有些忙是不能帮的。比如呢？比如他如果拿钱去堕胎，那你不是变成了帮凶？你听到的啊？嗯。我怎么没有想到这点呢？大哥，大哥，怎么？大哥，刚才我借给你的500块，可不可以还给我啊？当然不可以了，人家阿龙哦，借钱给人家都要讲规矩的嘞，哪里有马上借马上要人家还的？那你绝对不可以拿这笔钱去叫美丽堕胎的。那你神经病啊！我会这样做咩？一条人命嘞，说打就打。我跟你借钱是要拿去给美丽买补品吃的啦。你看美丽瘦巴巴的，像条竹竿这样，风大一点哦，都会把它吹倒嘞。更何况现在有 baby， 你说她应不应该补一补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大哥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再收到一笔账，我会再拿一些钱借给你的。哇，这样有义气啊！好，那我先 thank you 啊。哦。肚子饿了吧？快吃饭了，来。Daddy， 你这样就相信他吗？哎呀，你大舅的为人心直口快，他是绝对不会骗我的。我现在是越来越不相信你们大人说的话。你怎么那么说啊？好像妈咪哦，她口口声声跟我说啊，她不会再嫁，可是现在又不见得。你为什么会那么说呢？啊，算了，反正说出来你也不会开心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看你说吧。妈咪啊，好像跟威廉在一起。果然是这样啊。Daddy， 你也发现了？今天下午我上去给你外婆上香，我看到你妈咪和威廉蛮好的。我听到妈咪跟威廉说，要是快乐鱼做得好，她就会嫁给威廉。啊！好极了，这证明 Daddy 心里还在乎妈咪。Daddy 啊，要是妈咪真的跟威廉在一起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这是他的选择的话，我就祝福他。怎么了？你根本就不是真的在乎妈咪。妈咪跟威廉在一起之后，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跟阿妹阿姨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不！你们大人说的话都不能相信。文文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是很希望你妈咪能够回到我身边的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一家能够团聚的。那你就不能让威廉有机会啊，要不然就太迟了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，阻止威廉破坏我们的团圆计划。Daddy， 我会紧紧地盯住他们，随时通知你采取行动。哦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抱歉啊，你能不能试一试，然后给我们一些意见呢？我试了也没用，我不会啦。那怎么说你在厨房有这么多年的经验？是啊，我在这里很多年，可是他什么都没教，我也没办法。算了，二嫂，你不用问了，我就不信邪。来，我们再来。等等，那这是明天开店所需要的东西。红萝卜、洋葱嘛。三姐，这些应该是你去采购的。对啊，厨房的材料你最熟，应该由你采办。大姐说不用我去买啊。为什么？她怕我吃钱啊。大姐是怕你辛苦，所以想分担一下。佳倩什么时候才会解开她心中的结啊？你不用管她，她已经走火入魔了。别这样说你姐姐。她……算了，我不想讲。来，再来。对不起，
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戴了隐形眼镜。快，把眼镜拿出来。可以吗？好多了，不过还是有点刺刺的。哦。来，我帮你麦吗？家福啊，我的包里头有锡纸，帮我拿过来好吗？哦。来。吃饭啦！二嫂，你怎么了？他的眼睛被酱料喷到了。你怎样了？没什么了，不过看东西还是有点迷迷蒙蒙的。糟了，家福，快带我去看医生。别那么紧张，我只是没有戴隐形眼镜。对不起啊，二嫂。没关系。好香啊，麻油味是吗？我特地煮了麻油鸡，还有柠檬烤鱼。柠檬烤鱼，柠檬常常跟鱼配在一起的。你说妈的酱料里头会不会放了柠檬汁啊？有可能啊，我们来试一试啊。好啊。你们多知道一样东西也没有用，还有2样东西，你们想也想不到。等下再试吧，先吃东西，等下佳倩姐。OK。柠檬。佳倩姐，吃饭了。我不吃了。怎么啦？我煮的饭你也不赏脸啊？不是啦，待会我还要过去。哦，那我帮你。阿娇啊，你有没有劝家福啊？怎么劝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人很固执的。我只是跟他说，不要把姑姑他们当得像仇人一样，他就叫我不要多管闲事。你去问他，他到底是谁生出来的？我也说过啦，我跟他说，对面一个是你亲生母亲，一个是你舅舅，他们再有什么不是，也是你的亲人。那他怎么说啊？他说，你以后少在面前讲这种话。如果你要跟我姐姐一样过去对面，那就请便。岂有此理！佳倩姐，家福就是这个样子的啦。他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就比如啊，他突然辞去剧团工作，之前没跟我商量过的。还有，大姐这么欺负他，只给他800块的薪水，他吭也不吭一声哎。谁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啊？阿娇啊，你最好看他看紧一点吧。他这个人啊，整天开口闭口就说感觉，谁知道他会跟谁感觉出事情来？佳倩姐，你在说谁？店里面还会有谁啊？二嫂？怎么可能？我了解这个弟弟比你了解他多。他这个人感情特别丰富的。我记得他在读中学的时候，有一阵子时常跟我借钱，说要去看电影。我以为他是拿钱出去玩，没想到他真的拿电影戏票给我看。他真的是去看电影啊，而且是看同一部电影。同一部电影？是啊，我看他看这部电影，起码看了30多次了。我就骂他神经病，浪费钱。这部电影真的那么好看吗？他说这部电影真烂呢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看那么多次？他说电影真烂，可是里面的女主角很有魅力，他不由自主的爱上她了。怎么这个样子的？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神魂颠倒，非追到你不可。那时候你还跟老高在一起啊。你听我的话准没错的，你看他看紧一点吧。我先过去了，这个桶子你帮我拿进去啊。残留的僵尸，手心的刺依然清晰地放肆。其实你也只是无心地错了一次，是我放不下心思，任由你解释，以为这样的
坚持，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。才发现爱一旦被搁置，难免语无伦次，模糊了样子。或许有时坚持根本就是幼稚，或许有时自私才更来得真实。爱换上不同的名字，却更是捉